你相信亡者的魂魄会照顾在世的亲人吗？今天要讲的是香港最知名的恐怖传说。故事开始前，记得帮去年的 News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以前香港的九龙城寨非常复杂，是各种犯罪和猎奇故事的温床。九龙城寨还有人住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很多邻居声称社区里闻到了恶臭味，警察到现场循着这个味道，发现在一户人家里面有一具女性遗体，而伴随遗体生活的是她的2位女儿。但这2位女儿却说，妈妈刚才帮他们煮过饭。警察一摸，果然桌上饭菜才刚煮好，而且还散发着热气。但验尸官很肯定的是，女尸已经死了好几个礼拜。那饭菜是谁煮的呢？全世界各地都有都市传说，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像是猎嘴女或是瘦长人，常常会被改编成恐怖影视作品。但在香港也有个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都市传说——鬼妈妈煮饭事件。要还原整个过程，就必须先把时间倒回1847年的香港九龙城寨。1847年由清政府建造的九龙城寨，官方叫法是九龙寨城，占地大约是70亩，就位于现在的太子道东一带。但当时的香港被英国殖民，于是就派兵把清兵赶走，夺下了城寨。不过后来又被清政府想方设法给拿了回来，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The first time you come across the place, it's overwhelming. Nothing really prepares you for it. The noise, the smells, the fluidity and pace of life inside it. The human side of the place kind of ran completely against its physical presence. 不过到了后期，清政府垮台，虽然九龙城寨名义上是归中方管辖，实际上却是无政府状态。中方想管，但在殖民地上管不着，香港政府也没资格管，于是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的特殊奇观。For some, the walled city was a haven for vice. For others, it was simply a home, or a chance to carry out their trade, to make money, to start a business, to begin living out their Hong Kong dream. 因为无法可管，所以住在里面的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开始疯狂扩建和改造，让城寨变成了一座大迷宫。阳光照不进来，就像恐怖片里的场景。根据统计，城寨最巅峰的时候挤了3万多人，平均一坪要挤8个人，是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混乱肮脏的城寨里面。当初九龙寨城靠近九龙湾，不少民众以渔业为生，但是一到旺季，总有供过于求的情况发生，不少死鱼烂鱼就会被送到九龙寨城加工成鱼蛋，所以在夏天，寨城里总是散发出一股死鱼、死老鼠交织的恶臭。在80年代初期，城寨里的一户住家突然传出一阵恶臭，不过附近的人都不以为意，毕竟这里环境本身就很恶劣，有异味也是稀松平常。不过之后味道越来越重，附近的住户只好报警，警察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6、7岁的女孩。女孩告诉2名员警，妈妈身体不适，正在房间里休息。老员警隔着铁门往里一瞥，小小的房间里还有另外1名小女孩正在屋内做功课，而房间的角落有一个黑色的物体，定睛一看，俨然是一具死去多时的女性尸体。
两个女孩就像无视房间里的遗体一样，自然的过生活，让警方觉得不可思议。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死者是这两个女孩的母亲，一家人是非法入境者，爸爸早就抛妻弃女跑了。悲惨的身世让警方不由得鼻酸，但接下来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两名员警进屋后，发现厨房竟然有一锅才刚包好的腊肠饭。员警在桌上看到一碗热腾腾还冒着蒸汽的腊肠饭，一看就是刚刚做好的。但是谁做的呢？会是附近的好心邻居吗？但既然看到遗体，怎么不报警呢？一问，两个女孩说是妈妈做的，这就怪了。呢碗飯邊個做㗎？開門的女孩說：“這是媽媽做的。”他做好后就去休息了，叫我们自己吃完饭就去上学。但是经过勘验，发现死者至少死了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那在那段期间，是谁养活这两个女孩的呢？不管怎么问，他们都告诉警察，饭是妈妈煮的，是过世之后还担心亲生骨肉的母亲回来顾小孩吗？不得而知。而这起事件也成为了香港最知名的都市传说。直到现在，这个鬼妈妈的煮饭之谜还是香港人不断讨论的话题。而九龙城寨被世人称为是三不管的罪恶之城，有黄、有赌、有毒，充满了黑暗，甚至被称为是生人勿近之地。正因为里面实在是太乱、太难搞，虽然历史悠久，但确实挺棘手。于是政府决定完全拆除，也让九龙城寨成为一个香港最具神话和神秘的地方。It teetered in limbo for nearly a century, and then it was gone. 随着时间流逝之后，虽然城寨里的犯罪率下降了不少，但环境依旧脏乱，还埋有许多隐患，成为了一颗不定时炸弹。1987年的1月14号，英国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拆掉九龙城寨，改建成公园。好多人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城寨没了，还因此走上绝路。不过很神奇的是，虽然城寨拆了，这样一个人类建筑的奇观，却在无数影视或是游戏作品里面被还原出来。在许多新科幻浪潮、赛博朋克的电影里，常常出现类似九龙城寨的场景。曾经那个三不管地带的九龙城寨，最后成了公园。虽然有许多欧美人士和文史工作者觉得可惜，但终究还是消失了。而发生在里头的诡异传说，也随着城寨一起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听完今天的故事，你觉得帮两个小女孩煮饭的这个人是谁？你相信亡魂会在冥冥中帮助杨氏的家人吗？也许大家有机会到香港旅游，可以去看看九龙城寨的旧址，感受一下香港最恐怖的传说是不是真的存在。去年的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